合成生物技术被誉为继 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的第3次生物技术革命。位于深圳市光明科学城的光明生命科学园，进驻了全国首个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连其周教授带领团队在这里持续进行基因以及干细胞治疗的深度研究，探索生物医药行业最前沿。一个休息日的下午3点，连其周教授脱下白大褂来到会议室，与时差7个小时的瑞典患儿及家属进行每月1次的视频随访。Hi, Macau. Hello, hi, Alma. Hey, see it there. She's very happy. Yeah, very happy days. It's a smile for me. Yeah. MLD 也就是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发病率约为5万分之1。发病后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通常从患病到死亡的进程非常短。自1993年首次发现以来，被全世界认定为绝症。2024年，瑞典2岁女童艾玛确诊罹患 MLD， 她的双脚因内翻无法自行站立。艾玛的家人在欧洲、美国4处求医问药，均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身为医务工作者的父亲通过一篇论文，在遥远的中国深圳找到了希望。他父亲是看了我们的论文，找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看迅速组织了一个多协科会诊，了以后认为还是有机会的，但时间要快，所以说他从6月份联系到7月份就飞过来了，10月份就移植回去了，就只花了3个月。对。那他现在经过了我们的基因治疗之后，他的寿命可以有多久呢？那如果只要正常的话，他这个可以像正常人的寿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对，完全像正常人的寿命。对。说实话，连教授，当时您收到电邮的那一刻，心里有底吗？我们是会有至少有90%的把握。艾玛的父亲知道细胞与基因疗法是目前最有可能挽救孩子生命的方法。2024年6月，他查阅到连其周教授关于基因修饰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研究论文，了解到他和团队在该领域有长达10多年的成功经验，迅速发送邮件和中国团队取得了联系。8月30日，艾玛来到中国，在经历采集自体造血干细胞、中心静脉置管术、清髓预处理后，10月9日，成功将基因功能修复后的自体干细胞回输到艾玛体内。10月25日，艾玛顺利出院。阿玛是最凶险的一个类型。其实他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2只腿已经很僵硬了，这掰不动是吧？其实这神经损害很严重了。所以说他如果不治疗的话，3到5年内基本上是挨不过去了。他治疗完，你要看他小艾玛从里面走出来，从2只腿原来僵硬的出来，这么软下来，可以慢慢的迈开脚步。他父亲非常的激动。术后1年多来，连其周教授与艾玛一家保持每月1次视频随访，也通过微信日常沟通。Okay, so now what are Emma's daily activities now? Do you see any change these days? She's stable now. I see. I She see. hasn't had any of the issues that MLD children have. She hasn't had any episodes of epilepsy. But now she is having more energy and she's growing more. So her muscles are also growing and she's getting stronger. You also give me many medical reports from the local doctors. This is very good. Okay, everything looks good. We found that the enzyme activity is very good and it's at a high level. Very good at this moment. 他也给我们分享他first day at kindergarten。这个是他第一天在幼儿园瑞典现在都下大雪，在小孩子很开心在那边玩雪。其实说明在这么冷的环境下，感觉他就是也很适应。对，小孩子的应答这个智力的发展还有这个情感的发展互动这方面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护还有可以像小孩子一样正常发育了。这个是他的父母说的，他说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thank you enough for what you did。如今恢复健康的艾玛开始正常上学。回望这1年多的坎坷，艾
艾玛的父亲感慨万千。So based on your experience of taking Emma to China for medical treatment,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edical level of China? Well, the medical level is wow, it's top of the class in the world. Our experts in Sweden said that going to China was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And here we are, proving them wrong. To me, that's a miracle. It's a scientific miracle. It's a medicine miracle. 细胞与基因疗法就是先取患者自身的造血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进行基因修改，修复其中的缺陷基因，然后再把这些修复好的细胞输回患者体内，从根源上治愈疾病。艾玛治疗过程中最核心的步骤之一，就是连奇洲教授在深圳市光明生命科学园的实验室里完成的。这边呢主要是细胞的实验室，瑞典小女孩的一个细胞的混选，就是用里面的一个机器来进行的。为什么要专门拿到这个实验室来？别的地方做不了吗？技术难点其实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说，你如何高效的把这个基因修复过来，而且因为它是个酶的那个缺陷性的疾病，所以把这个酶如何有效的提高上来，这非常重要，而且能够穿过血脑屏障这牵涉到一系列的技术核心，利用我们的一套技术来做，才能把0.1的像筛金子一样，0.1都拿到纯金，我们是纯的一个干细胞这需要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所以说普通的一般实验室也是很难做出来的。那连教授，像艾玛这样得 MLD 这种罕见病的群体大概有多少？其实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在全球里面大概5万分之一你可以算得出来，大概有10万人左右。实际上，以前在面对包括 MLD 在内的遗传性疾病时，医生们基本上都无力回天。而基因治疗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医学中突破性的治疗手段和最前沿的治疗方式，得益于近年来合成生物学技术、载体设计和递送技术，以及基因技术攥指成拳的全面进步。罕见病只是一个窗口，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技术平台，可以治疗一些代谢性疾病，像一些家族性高胆固醇的，怎么吃药也没效果了，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基因治疗的方法，把它一些坏掉的一个基因给敲掉，让它不会胆固醇堆积。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像黄斑狼疮，也可以用这个干细胞或者它的一些成分，可以拿来治疗像脱发啦，或者衰老这些东西啦，是吧？这个脱发的这个困扰越来越年轻化了。没错。您提到的这个细胞疗法到底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真的能解决吗？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就聪明绝顶啦，是的，很多就开始地中海啦。我们这把年纪可能还好一点，他们还很年轻。是我一个研究生，这个学生他说，哎呀，我这个老师，我这个头发这个干细胞能不能来治疗点脱发？那我让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根据脱发的不同的发病机理，不同的类型来让他去做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干细胞里面的我们一些关键的因子提出来打进去以后，没想到这些小老鼠长非常茂密，这个我都惊讶，给我看了一下，哎呀，这个这么好，希望早日可以看到这年轻人再不要聪明绝顶那么早了。细胞与基因疗法正在开创一个疾病领域的新赛道，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关产品的上市往往伴随着天价的标签。目前世界上最贵的10种药品中，有1半属于细胞与基因疗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发成本耗资巨大，另一方面治疗过程中的各项成本也十分昂贵。如何让普通人也用得起细胞与基因疗法，已是科学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基因疗法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的价格。是，包括我们刚刚提到，涉及到基因疗法的这个药剂，就是已经昂贵到一剂要425万美元，接近3000万元人民币一剂，让更多的人能够，比如说用基因治疗。您觉得还需要多久？我们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个体内的基因治疗方法，这个突破下来以后，生产成本就会降下来。我相信5年以内，我相信可以取得很大的一个突破，可能只是原来治疗的1/10，或者甚至1/20。所以科技的一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利用这个合成生物技术的一些发展就非常重要。在大湾区我们这个搞